一天300块，根本都不敢休息啊，老铁！兄弟们，今天给你们讲讲在康康上班周6周天是怎么加班的啊！Hello 啊，大家好，我是小强，我是小华啊。今天11小时又结束了，一天300块又到手了，根本花不完。今天几点？8点10分啊，7点10分的时候下班去赵一鸣啊，消费了100米，兄弟们啊，对，根本花不完。今日菜系啊，泡面，还有这个小鸡腿，来兄弟整一个。等会儿还有西瓜呢，晾一下啊。兄弟们，今天的主题就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康康加班嘛，有好多人就是加班什么玩意儿之类的，就问我跟小华嘛，有些也是回不清楚，然后咱就是一个视频直接回复完成啊，这些到位啊，兄弟。像康康这边呀，加班周6周天加班的，全部都是自愿加班啊，兄弟们，自愿加班。每到周3的时候，现场就会统计你周6周天来不来啊，兄弟们，要不要上班？可以，如果能上7天的话，你可以上6休1，也可以上7天，也可以上5休2，兄弟们啊。对，周6周天来不来，全靠自己个人，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反正是小强小华，能来俺俩都来。一天300块，根本都不敢休息啊，老铁！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唐韵。iPhone 17热卖，富士康加班又上热搜了。根据彭博报道，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营利性组织中国劳工观察9月25号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揭露了河南郑州富士康为了赶工苹果的新机型，存在着多项违法用工问题，引发了舆论的哗然。报告指出，在今年3至9月的生产高峰期，富士康大量的雇佣临时派遣工，比例超过了50%，是中国劳动法规定的上限的5倍。此外呢，大多数的工人每周工作60到75小时，远超法定上限，还有苹果自己设定的每周60小时的限制。更令人关注的是许多以学生身份进厂的年轻工人被迫违规上夜班，而且薪资偏低。报告还提及工厂存在克扣工资、过度加班、歧视招聘、防护不足的化学品暴露，以及对投诉者的监视还有恐吓等问题。针对着这些指控，苹果公司表示已经派团队赴郑州调查了，强调供应商必须要遵守最高标准，并定期接受审核。在舆论聚焦之下，郑州的富士康的劳动环境再次被贴上了血汗工厂的标签。然而，在舆论谴责富士康违法用工的同时，另外一个现实的场景是，广大的基层工人其实是趋之若鹜，自愿进厂加班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富士康提供了远高于一般工资水准的收入。以郑州富士康当前的招工条件来看，普通线上操作工的月薪动不动就可以达到人民币7000到1万元，处于中国内地制造业的一个高段位。那这份薪水对没有其他技能的农民工而言，可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仅有4780元，其中制造业不到4800元。当然，这只是中共的一家之言，真实性还有待商榷。但不管怎么说，相比之下，富士康旺季的工资几乎是它的2倍，难怪有人戏称富士康流水线比大学生白领都赚得多。特别是在苹果新品上市前的生产爬坡期，富士康会透过返费等奖励大举招人。所谓的返费工，即短期派遣工，如能做满一定月数，离职的时候还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奖金返还。我们大师局频道会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数据是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要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
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数据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相当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受65折优惠，请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10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风险的试用。请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今年8月间，富士康人力吃紧，返费金最高一度喊到了9800元，导致一天进场好几万人的招工热潮。根据统计，一名返费工3个月内就存超过2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很多打工者在外1年所得。从这点上看，被舆论批评的超长工时还有连夜加班，对不少工友来说其实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宁愿冒着劳累透支的风险，也要赚取相对优渥的工资。有富士康招募中介就坦言，加班到飞起的情形在今年重现，不少人主动要求加班，就是为了多拿工资。因此，媒体眼中的违规血汗，对工人本身来说却未必是被动剥削，还带有相当程度的主动选择的成分。富士康竟然让员工疯狂加班生产 iPhone 17，听说3个月内最高能赚 2.2 万元，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随着苹果即将发布全新的 iPhone 17系列，郑州富士康作为其主要生产基地之一，据富士康员工透露，为了应对市场需求，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部分员工在短短3个月内最高竟然可以赚取 2.2 万元的工资。富士康在招工高峰期更是加大了力度，吸引了约20万名员工入职。加班工资和高额返费成为了富士康吸引劳动力的2大重要手段。今年盛夏，在中国河南郑州富士康园区门口，再度出现了壮观的招工人潮。8月18号清晨，郑州航空港区富士康招募中心外排起了数百公尺的队伍，招募中心单日要接待上千名求职者。这一轮用工旺季是从7月第4周开始的，预计会持续到10月。现场画面与采访显示，队伍是蜿蜒到路口拐角，一大早就排队，不到中午就满员了。这可不是坊间传言，而是顶端新闻、每日经济新闻对现实的实拍和统计。在人潮涌动的队伍里，来自各个乡镇的年轻人背着简单的行囊，在烈日下等候入场。他们心中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旺季忙碌3个月就能到手2万多元。这句话近来在郑州还有周边地区是广为流传，也确实出现在官方招聘渠道郑州复工联招聘的公函里。港区 A 事业群即原 iPhone 组装的 IDPBG。针对旺季推出3个月短期方案，底薪1个月2100元，加上加班费、津贴和补贴，在职满90天再发放最高8000元的返费与1300元的津贴，综合估算3个月可领1.92到2.3万元，小时工最高每小时26元，另有小时补贴。公告还特别注明，高价仅限周日到周3 4天，可见产能节点之急。高薪信号一出，候鸟工人们是纷至沓来。来自郑州登封的化名为李华的人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形容自己和姐妹们每年7、8月就像候鸟般准时的赴约富士康，农忙已过，现在来赚旺季工费最划算。忙碌3个月就能拿2万多元，今年呢再打点零工，收入也不差。这种短期冲刺、迅速变现的计算，在今年的媒体采访中反复出现。
李华并非特例，招募中心负责人透露，新进人员中70%以上是多次入职的熟练工，有许多人年年季节性的返回工厂报到，旺季呢拼命加班换取高额收入，淡季就回乡休整或者是转做零工，如此反复循环。来源显示，现场排队者每日数千人，而且呢多为回流的老员工，这种返废工做满即走的节奏已经成为了郑州旺季的典型用工模式。从结构看，这波求职人潮以河南本地为主。报道称，现场求职者95%是来自河南本地，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在苹果新品发布前夕，这座全球最大的 iPhone 生产基地再度人头涌动，宿舍爆满，饭堂排长队，几乎复制了往年爬坡期的每一个节点。对这些基层劳动者而言，能在几个月内积攒数万元的积蓄，往往就是还学贷、补家用、付房租与首付的一次性财务级事件。在今年的采访里，也能看到做4个月存2万，还清助学贷款的个案叙事，符合返废机制的现金节奏。从工人的主观角度看，选择高强度劳动换取高收入，并非甘于被剥削，而是在有限选择集合中的理性权衡。这一点放入宏观数据就更清楚了。今年8月，青年失业率高达18.9%，比7月上升了1.1个百分点，是2023年12月恢复公布以来的新高点。25到29岁失业率7.2%，30到59岁是3.9%，结构性压力显著。在当今硕士生都要抢一个快递员的位置时，月薪7000到1万元的旺季工，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当然是趋之若鹜的高薪岗位。郑州富士康工人争相进厂，3个月速战速决赚钱走人的现象，折射出当前中国基层劳动者经济处境的无奈与务实。事实上，每年8到11月都是富士康郑州厂生产旺季，用工需求暴涨，这些短期返废工人便组成了所谓的候鸟式打工大军。旺季来临的时候，就成批的涌入工厂加班，淡季的时候就离开休整，或者是转往其他地方。不少工人年年重复这种模式，把富士康视为周期性淘金热的战场。有媒体报道，一些工友甚至养成了返废游击的习惯，流转于不同厂区薅奖金。例如，上半年苹果在郑州缺工就来一趟，拿到返废就走人；下半年如果深圳、成都等地有类似的奖金，也再战一轮。对这些基层的劳动者而言，能在几个月内积攒数万元的积蓄，是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难得机遇。正如一位参与过2次富士康流水线的女大学生所说的，她4个月赚了2万多块钱，顺利地还清了助学贷款。第2次进厂呢，就是为了再存一笔钱，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从工人的主观角度看，选择高强度劳动换取高收入，这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选择。眼下中国整体经济处于下行压力之中，就业机会匮乏，失业风险上升。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2季度以来，全国城镇的失业率保持在5%以上，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更是一度突破21%，创造了历史新高。当年7月起，当局甚至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剔除在校生，改变年龄分层，修改统计方法后，2024年初步公布的数据才将青年失业率降到了14.9%。即便如此，2025年夏季这个指标又再次攀升到了18.9%，显示中国就业市场是持续的恶化。官方修饰数据也难以掩盖青年就业压力高企的现实。在这种大环境下，一份月薪7、8千的工厂工作，对许多人而言已经是卖方市场了。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又叠加房地产低迷，民企信心不足，多数服务业的岗位还有小微企业用工需求不振。在农民工输出大省的乡镇间，能出去打工的好工作不多了，是常听到的感叹。与其留在家乡或城市里待业，不如抓住富士康这样的机会，累一点也要捞一笔。
有工人在采访当中就直言，这点辛苦不算啥，3个月后拿到钱就值了。这种用劳动换收入的心态，其实是一种朴素的理性选择。它既不同于外界渲染的血汗压榨，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工人甘于被剥削，更准确的说，是现实逼迫下的务实权衡。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郑州富士康之所以能在用工上特立独行，屡屡打破常规，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就是有当地政府对这家企业高度的依赖还有默许。富士康郑州厂从2010年落户以来，迅速地成为河南省出口和财政的顶梁柱。有数据就显示，2023年富士康所在的郑州航空港综合保税区完成进出口值4073亿元，占郑州市进出口总额的74%，占全河南省的50.3%。换言之，全省一半的外贸进出口要仰仗着一家企业。早在2020年，郑州富士康年出口额就达到了316亿美元，位居全国企业第一，贡献了河南省出口总额的近60%，郑州市的80%。在富士康的带动下，昔日缺乏工业支撑的中原腹地形成了庞大的电子产业集群。郑州港航空区的 GDP 从2010年的206亿元飙到了2021年的1172亿元，增长超过了5倍。巅峰时期，富士康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郑州约25%的 GDP， 还有数十万就业岗位，对地方的财政贡献极大。也难怪有评论形容稳定富士康就是稳住河南，把富士康视作是关系河南经济稳定的命脉。每逢富士康用工旺季，从河南省到郑州市乃至下辖的各个县乡，政府部门常常是动员一切力量协助招工。据报道，河南各级人社部门每年都有为富士康输送人的指标，干部们纷纷充当招聘员。2022年，富士康郑州厂爆发疫情事故，大量员工出走时，省政府更是连夜组织包车和干部进村，劝返工人，招募新人，以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可以说当地官方对富士康可谓是礼遇有加，在用工监管上当然是2只眼睛都闭上了。地方政府为何如此袒护富士康？根本原因就在于富士康模式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河南这类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中。对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陆城市而言，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代工企业，不仅会带来源源不绝的税收，还有贸易额，更解决了成千上万人口的就业饭碗。如果强力约束其用工，逼其提高成本，极可能就会导致企业将产能转移到他处，从而使本地经济受损。在当前外资产业链重组、苹果分散供应的趋势下，富士康其实已经开始部分产能外移了。比如2023年，河南手机出口量大降，就是因为富士康部分订单转往印度等地。这让地方政府更加不敢轻易得罪富士康，生怕出现大惊出走、池鱼枯竭的局面。毕竟一家链主型企业的离开，可能牵连上下游众多配套厂商的一同撤离，会造成经济生态的断层。对河南这样近年来增速放缓的经济体而言，更是承受不起的震荡。因此，在维护劳工权益与保住就业饭碗之间，地方政府往往就选择后者，默许富士康保有一定特殊用工的弹性，如超额使用派遣工、旺季超时加班等等，以确保订单如期交付，企业不流失。这种默契就使得富士康模式得以常年延续，也形成了违法不究的潜规则。有观察就指出，其实苹果与富士康并非不知劳动法红线，但双方和地方是默契合作，以应对旺季不稳定的订单波动。订单不稳，季节性用工就是电子代工行业的痛点，僵硬的用工限制难以满足现实需求，于是就形成了各方默许下的灰色操作空间。
富士康用工乱象与工人无奈选择的背后，实际映射出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一方面呢，是年轻的劳动力就业困境，高校毕业生人数连年创新高，2023年是1179万人，2025年更是超过了1222万人，体面工作供不应求，青年失业率是居高不下。大量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人找不到专业对口或者是期望薪资的工作，迫于生计，有人选择灵活就业，甚至送外卖、跑快递等行业。近年来，社会上不乏硕士生送外卖、名校生摆摊卖炒饭的新闻，引发舆论对学历贬值的感叹。总的来说，富士康郑州厂围绕 iPhone 17赶工引发的这场风波，不仅是一起劳资纠纷，更是中国宏观经济现状的一面镜子。经济下行叠加结构性的停滞甚至倒退，底层工人为了高薪忍受高强度的劳动，地方政府为了稳定增长默许代工模式隐患，而年轻世代则在就业困境中进退失据，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富士康的今天就是中国经济今天的缩影。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